今天项目这集会在各位了解，股神巴菲特把台湾的台积电、把中国的比亚迪卖掉之后，他说他要大举的投资日本。他说投资日本比投资台积电让他更舒服。那在这样的状况下，你就发现现在巴菲特开了一个头之后，现在全世界的资金，现在全世界的投资真的一笔一笔的往日本进去。最近我们看到的整个亚洲的股市大涨，而亚洲股市大涨里面最亮眼的就是日本，而日本现在的股市已经是33年来以的新高，就代表现在的股市里面整个欣欣向荣，它现在的整个营业的状况比过去都还来得好。那只有这样吗？现在看起来日本它是不甘于说我只是当一个经济的巨头，它现在在政治上面，它现在在这个军事上面，它都要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好，那现在如果趁着这一波的浪潮，我们一直在讲，现在美国把日本的捆绑锁拿掉了之后，第一个，它的军工股大涨，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它现在股市也跟着大涨，它整个经济力解放之后，它整个国家往上冲，往上冲之后，它跟中国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势？它会取代中国变成亚洲的霸主吗？如果日本取代中国变成亚洲的霸主，那它跟中国之间这个冲突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而这样的一个亚洲霸权的变化，又会对台湾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好，我们今天请到来宾，在台湾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时事评论李志浩。大家好。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好，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吕玉峰。大家好。好，第六位是战略专家李宁辉。大家好。走，我们看到现在亚洲股市大涨，日本股市大涨。你说现在看到一个趋势，整个全世界的资金有前进亚洲，没错，前进日本的一个趋势。而这个前进亚洲、前进日本的趋势，谁带头的？巴菲特带头的。对，因为巴菲特讲说，未来20年，日本跟美国会比现在更好。你说，当美国打开日本的捆绑锁之后，恐怖的是不是军工股大涨？对，是它所有的都大涨。对，而且现在日本不甘于说我只是作为一个经济的巨头，我在军事、我在政治上，我都要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你说，这个会对整个亚洲的情势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而且我们记得说，习近平不是说过东升西降嘛，对不对？但是他事实上这件事是不是发生了？真的发生了。但是这是针对什么而言？日本跟中国而言。对日本来说，东升，也就是说日本真的崛起了，而且中国正在衰落之中。你说东升西降是讲日本跟中国？为什么这样说？我跟大家讲一个非常简单。日本股市在最近真的强到没有天理啊！那它今天强到没天理，真的，它最近几天是连续的这个大涨，每天都是1%、2%、1%、2%上，已经连续3、4天了。我们没有看过日本股市这样涨，为什么？日本股市今天的收盘是30573点，创了这33年来的新高。这告诉你什么？日本失落了30年，它开始在走出失落了30年。它的股市的指数回到它沉没30年之前那个点了。对，现在慢慢的上面就准备挑战1989年的38957点，所以下一个日本人憋了30几年，那全世界在这30年只有日本股市没有创新高，它现在已经开始要往上冲了。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日本整个完全不一样，有不一样吗？所以我才说习近平说的东升西降是真的发生了。然后我们在讲为什么？第一个，你看日本的地位真的跟完全不一样。那今天岸田文雄他在官邸说，全世界的7大这个半导体公司你都来吧，过去人家谁理你日本啊？对，就没想到，这7个公司都来了，全都去了。台积电的刘德音啊 ，Intel 的基辛格啦，还有三星的这个庆醒贵，全部都去了。大家齐聚一堂，他等于是跟见拜登一样的这个状况，他就抠了7大公司来啊。你说日本的半导体过去是比美国强，可是当美国扶持韩国之后，它其实是没落的，它比韩国还没落。过去你要找三星门都没有，对，就现在你把三星找来，把台积电找来，把 Intel 都找来了。对，好，那你讲市场显示大家都买你的单嘛。好，再有一个，巴菲特不是狂买日本吗？他说20年后、50年后，日本跟美国都比现在更加强大。我觉得他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日本真的彻头彻尾的觉醒了。而且你要讲到，他现在往上走，我们之前讲他的军工股大涨，是，就现在不是军工股大涨，它是半导体大涨，它的传统股大涨，它等于说器械股全面大涨。现在是整个日本完全出现不一样的这个味道。为什么这样讲？我再跟他讲一个东西，日本我们都说通缩了30年，通缩30年。但是我跟你讲，日本今年已经开始物价膨胀。如果今年去日本玩了，你就觉得日本的所有物价都开始在涨，所以这是物价在涨了，这是完全不一样。反过来，你看现在是反的是中国开始面临通缩，中国在通缩，所以我才说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局面。那最近一段时间，你看这是今天的这个所有的亚洲的股市里面，大家全部都红彤彤。你看日本涨1.65%，是全亚洲之冠嘛。最高。那我们台湾也涨了约莫是1.1%嘛。可你看到
中国的股市只有中国跌，中国的相关的股市全部都跌，你看连香港都被拖累在跌，所以为什么？告诉你什么？亚洲钱是来亚洲了，对，但是他现在是钱来亚洲，经过中国而不入，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是怎样？中国不但是人民币在贬值，股市在下跌之中，整个中国在整个这一波的市场，所以我为什么我开题就讲东升西降，对中国来说的确是如此，因为日本真的要崛起了。所以我们看亚洲股市，从纽西兰、澳洲到台湾，到到东南亚、印尼。全部都大涨，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现在中国显得在国际这一波的这个资本行情里面落队了。好，那我们就跟他讲，不太一样是什么？我们都说日本在物价膨胀，还有另外一个，我前一阵子也去日本看日本的房地产，对不对？我们明显的感受到外国人开始大量的去买日本的房地产。那这一波有很多是什么？美国也去了，那巴菲特去买的时候，其实他带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进来之后，有些人去买了房地产，那让事实上连中国人都跑去买房地产，所以呢现在完全不一样。你看日本的房价开始在明显的在快速的上升之中，你就知道事实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气氛。好，那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日本的街景来说，你如果最近去日本，你会发现到哇。很热闹吗？包括我前一阵子就去了，你去银座啦、涩谷啦、新宿，哇，晚上人都非常非常多。那几年前的话是完全不一样，几年前是真的是非常萧条的这个状况。所以现在告诉你什么？日本全面性，你只要去日本，你都觉得说日本真的跟几年前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活力似乎是真的已经完全回来了。这一波的浪潮又被巴菲特找到了，对，所以说巴菲特很厉害嘛。你可以看到说，事实上日经股市就不断的往上涨，而且这个巴菲特所买的这几家公司呢，继续大涨，还在五大商社还在涨。这几天的时候，大概涨了约莫是1.45%到3.64%左右，这个整个价格还是不断的在往上升。你看他买的，包括说这个丸红啦、伊藤忠啦、三井、三菱啦，还有住友等等，股价都大涨。那这五大商社来说，他前一阵子刚好公布他的获利嘛，他的获利都竞争大概约莫是4倍左右，然后平均飙了1倍左右。巴菲特至少光是这五大商社就赚了60亿美金左右，60亿美金哎！对，你知道好，我另外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台湾人也非常关心嘛。你看，这是岸田文雄，他说，我要找这个7大这个所谓的半导体的巨头来开会，就你看，这就是照片嘛，你看。岸田文雄来了，对不对？那你看我们刘德一来了，对不对？包括说像这个韩国三星的，然后这个基辛格，很多人都来了，然后包括说像这个比利时的公司全部都来了。好，这些人来了，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现在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呢，日本呢真的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一波日本，我觉得野心非常非常强大。我们要过去日本呢，我们都给大家感觉就是慢郎中，你要觉得做什么事都很慢，就那这个岸田文雄上海不一样台积电就说，我需要这个，我要投资8000亿这个日币，对不对？那你日本给我补助，日本居然二话不说就掏出4000亿，它这个速度比美国的半导体还要快。你知道美国晶片法案到现在为止，台积电投资还没拿到钱吗？还没拿到钱，台积电已经拿到钱了，所以那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他现在他为什么？日本给钱给得很快，他现在完全不一样，而且他现在还说，我们还有1.5兆哦。所以为什么这些公司要来？就是说接下来要讨论说，什么样的人要来？所以现在三星呢已经准备要去了。三星它现在已经拿到150亿日币的这个补贴。另外一个美光也说我要投资这个广岛，所以它也拿到了补贴。那台积电呢有可能会接下来一段时间会宣布第2座厂在熊本，它又会拿到补贴。而且他说这第2座厂是先进制程，对，可能是5奈米到7奈米左右的一个状况。所以那日本现在。我觉得日本为什么会让人觉得不太一样，就是说日本政府过去的慢郎中，他们现在完全不一样，他们速度是非常非常快。你要土地要什么，他马上会给你。看，台积电在日本熊本盖的厂，速度其实不会比美国厂都还要慢。对，所以它现在整个完全，你会觉得，日本的行政效率什么时候这么快过？但你就知道日本真的完全不同了。而且更可怕的是，我不是把地给你台积电，对，旁边把该给你铁路的，该帮你征收的，该给你基本建设的，对，他全做了。对，他不是玩以前中国那一套吗？所以我就说，他现在真的，他把日本中国那一套弄过去，对，就是很简单把它学过来嘛。所以我就讲，事实上你看。他们日本都讲得非常清楚嘛，速度最重要，所以我就讲嘛，包括说像这个台积电还要在竹坡设一个3D 研发中心，获得190亿嘛。那你看美光获得15亿美金，约莫是2000亿的这个补贴嘛。另外三星补贴了150亿嘛。那另外这个我就讲台积电获得了这个4400亿，还有包括索尼跟 Denso 的这个整个入股嘛。你看他投资8000亿，你看他只有出大概约莫3000多亿所以呢现在整个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整个日本呢，我们都说过去日本很慢，它现在用速度开始就起来之后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才跟你说，为什么我们就说这一波的日本真的是要完全崛起的，因为除了美国解开你的捆龙锁之外，日本也是整个快速的开始要往世界去冲击。所以说日本真的不一样了，而且日本这个不一样，刚刚讲的也会冲击到中国，当然会。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在中国，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它是最早到中国去投资的，它的投资金额也非常大。对。但是现在这些公司呢，在日本的公司呢，几乎完全都离开中国，都撤了，而且很多回到日本来，包括说我们以前很多什么做牙膏、牙刷的啦，做那种传统产业的，开始往日本回流。所以日本为什么这一波会经济好？它很多工厂回来了，很多这个订单都回流到日本来了。所以整个我就说，日本今天股市突破33年来的新高，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日本真的要崛起了，这个绝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好，各位，刚才讲你的专长是海洋法，你的专长是在海上这种纠纷的处理。可我听讲一个，我吓一跳。你说一般来讲，你在海上风浪很大。海浪很大的时候，你在转弯，你要嘟嘟嘟嘟慢慢来。甚至我在船上，我如果要发炮的时候，照讲在风浪很大的时候，我会非常不精准。你说日本船，我们自己海巡署的经验，或者今天你看到所有资料，它是可以非常快速的回旋，它可以快速的就定位，它可以快速的发炮，而且它可以非常精准的打到目标。对，因为我们本身来讲有自己制造海巡署的船舰的能力没有错，但是问题我们造出来的舰呢，跟日本的相关的舰呢来相比来讲的话，的确在海上来讲有一些差别哦。差很多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曾经看过日本的船在远远的地方跑过来之后，结果因为海浪蛮大的，对，我们的船也会晃，那基本上船都会晃，但是它船快速到定位之后，竟然可以直接踩的，你看，你知道就是定位在那边，然后炮就开始转，然后炮开始转，因为它是用电脑去计算，而且它不是用人工去感受那种海浪的感觉，它是用电脑去计算出那个波浪的程度之后，由它的船舶再去做反向操作，才能够做完全的定位。因为定位在路上是很方便的，但是在海上是最困难的。而他们我在路上我踩个刹车就可以了。对，在海上不是这样，海上是不是这样子？而这个是三菱重工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那你知道说，对日本军工业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厉害哦。因为这个东西只有它那个技术才能够达到。所有的其他的造船船，如果你是造那种所谓的一般的什么游艇啊或什么，基本上不会有这种技术，因为这专门做什么东西？军事使用的。因为你只有在定位之后呢，你的炮才打得准。如果你炮如果在晃的情况之下，你就打出去来讲，一定会打到别艘渔船或打到别艘的军舰嘛。就是一句台语讲，你怕准丢回零机啦。是啊，对，没错，就是这样子。因为晃角度一不对，就往天空打了嘛。所以在日本的工艺来讲的话，的确这个东西也让他赚了非常多钱。但是日本的船它有一个特性怎么个特性？因为它保修能力也非常强。因为知道日本的船，你仔细去看所有的船它的那个所谓的船头、舰首，大概都基本上都差不多一样的。那我们的船呢，是大大小小什么都有，是这样，什么都有，但是多样化也不是说不错，也不是说不好啊。但是问题是说，当日本在做保修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国家的预算当中可以去算出说我到底明年度要花多少钱在这个保修上面。它全部规格化了，对，因为它是规格化的，所以日本它的非常讲求这个规格化。那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计算这一系列的船，然后计算另外一系列的船，结果搞到最后来讲的话，预算短缺或怎么样，这其实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不是只有我们而已。但是日本就专于计算，所以这个电脑计算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它的那个整个工艺来讲的话是这样子，而且包含不是只有海上，路上也是一样。我们曾经也看过那个画面嘛，日本他自己发明的战车、坦克，然后呢，这个坦克呢，这个时式的坦克呢，他做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我今天炮管出去之后呢，要回旋的情况之下，在这之前先放2个酒杯在上面。你看，放2个酒杯在上面，就在回旋的时候，基本上到定位的时候，酒杯没有掉下来。酒杯也没有掉下来，酒杯也没有受到晃动。那对日本来讲的话，豹2是同一个水准，是跟德国的。你看，德国和日本的工艺基本上都是在国际社会是有名的那日本它这个战车，它这时式的战车，它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讲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在怎么打目标来讲的话，会非常非常精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俄罗斯的在俄乌战争当中那些坦克为什么到最后你说二战留下来就算了，但是问题是它没有精准度可言它常常打到购物中心，打到哪里去了？打到公园去了，然后真的军事目标没有命中。那
美国当然现在是用卫星在定位精准，但是对日本工艺来讲的话，它除了卫星定位之外，它在做任何的这种东西来讲，后来人家发现到说，为什么时式的这个坦克呢可以到达这样的工艺呢？原来它有一个罗盘的概念。那个罗盘的概念呢，基本上它那上面的那个罗盘呢是那个刻度呢是非常精密到什么东西？它找的是那个以前在做武士刀的这样的一个工厂去把它做出来的。武士刀的锻造技术，武士刀的锻造技术，所谓锻造出这样的一个精炼技术哦，那这个东西。这就是他的时式坦克，对，时式坦克，他自己新发明的，因为他以前的这个所谓的90式的，基本上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但是后来日本不断的一直在创新的情况之下，在2015年之后，他其实就展示了他现在的时式的这样的一个战车了。那这样的坦克，那这样的坦克来讲的话，真的就是稳定度。因为我常常在做新干线高铁的时候，大家都会做一件事情，看这个到了酒杯在这个稳定度到底怎么样，都做这个高铁的稳定度到底怎么样。那对于这个工艺来讲的话，不管是在军事使用上面，或在海上的使用上面来讲的话，船舶使用上面呢，它非常的精准。因此也就是为什么让它会中国会这么害怕日本的崛起，因为日本一崛起的话，那个捆龙手全部打开之后，对中国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好，慧生刚才讲的，现在真的像世聪所说的东升西降，不是中国升，西方世界降。而是刚刚讲的日本升，现在刚刚讲日本已经在股市回到33年前，对33年来的新高。另外就是中国股市一直在下滑，不但下滑，它现在进到了一个通缩，等于日本现在面临的那个消落的30年。中国正在开始经历吗？是，而且现在中国很夸张一件事，好像感觉出现一些文字狱以及贫穷的现象，变成中国没有办法说出口的一个情况啊。现在中国现在出现数人，什么叫数人？因为他就整个，你看他直接是睡在水管里面，而且你不要说这是真的画面吗？这是真的画面，而且你知道还有人特别去介绍，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环境还挺舒服的，就开始把它变成是说大家应该可以。你没有门，你没有帐篷，你到这蚊子怎么办呢？啊，他有告诉你点蚊香，对，他有告诉你，他说，而且呢，他说如果好，现在有3个管子凑在一起，对不对？他说我告诉你，你一定要选最上面那个管子，因为下面那2个管子太潮湿了，睡到一半会不舒服的。然后呢，还跟你讲说，哎呀，你要有点私人空间，所以你要有个帘子把它弄下来。你不要觉得他们好像是农民工或是流浪汉住的，里面可以住人。我告诉你，很多人，你看里面很多东西都放着，那就代表有人住，甚至连女生都住在里面。那他们那些人是谁呢？其实都是在20几岁。你看这么多人全部住在那边，还这边就直接埋锅造饭，就开始煮起东西来吃了。该有的应有尽有。他们这些人是从所以他们吃喝拉撒睡是在这里，都在这里，很可怕。因为他们就说他们很多人是来这边找工作，就后来发现找不到工作，然后你可能租个房子1个月就要1-2千块。这个人介绍还讲这里还挺安静的，对啊，你躺在这里很舒服，点个蚊香，蚊子就没有了。对，然后他就说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嘛？可能晚上会有点冷，没关系，不碍事的，被子拿厚一点就可以了。就是他真的他是很实务的在讨论这件事情，而且你看连脏衣服都洗一洗挂起来而且你看毛巾啊，然后一些盥洗用品啊，所以你就知道这2个是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等于说这种住在水管里面，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完全不是。而且我跟你讲，他还有一个地方，他说，哎呀，里面的东西看起来是女生住的，你能想象女孩子住在这种地方吗？这个也很夸张。你知道还贴春联的。他贴一个春联，它里面还有桌子，还有一个，然后他就说1个月月租金300块人民币。这个我把一个水管外面加了一个门，我还可以贴春联了。还可以贴春联，就有一个家。那这样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那这些人，我觉得最为让我觉得难过一件事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很多人其实都是年轻人，也就是现在大家讲的，就是16岁到24岁，失业率最高的，大概每5个人就有一个失业这个族群。所以这个南从东莞北到北京都有，全部都有。然后你知道这个男生他就是在讲，他说呢，哎呀，我2天没刮胡子，我现在可能看起来跟老头子一样，那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每一天，我从早上5点起来跑单，就是那个 Uber E 的那一种，我出来跑单，结果跑到晚上11点，我一天扣掉一些油钱什么钱，我今天只有赚几十块钱。他说我几十块钱的话，我这样1个礼拜赚不到200块钱，我这个帐篷这样租下来可能大概100块，我还勉强可以过日子。结果如果说你叫我去租房子，我日子要怎么过？他们就说像他们这样子的人越来越多，然后甚至就有人说，现在我们这边东莞这边我跟你讲啦，是那个车子比人多，车子比单多。而且宝杰哥，你知道有时候你真的圈钱的时候，你就去打这种零工嘛，那你就穿着玩偶衣服啊，然后可能就会为什么这球跑那么快？他
他就是打工的，他竟然被警察追耶！为什么？因为他就说，哎，你怎么这样？你在妨碍妨碍观瞻啊？你在干什么？你这样看起来很奇怪啊！而且把他绑在墙上，哎，把他绑在柱子上，所以你就知道，可是全世界不是这种把自己打扮成玩偶小丑的，把自己打扮成玩偶，我卖东西，这有什么问题嘞？他就觉得说，哎，你这样很难看啊！你这样满街都是这样青蛙跑来跑去，人家都会发现我们中国多穷啊！不然怎么会那么多打零工的？连这样也不行哎！而且你要知道，这被绑的这个在哪里？在上海，绑起来，他直接把他绑在柱子上，那边有个人，对啊，他就这样绑起来，把你绑起来，因为他就说你这样子妨碍观瞻啊。那他说没有啊，我是打工赚，有没有？他把他头套拿下来，我说我就是打工赚钱啊，我就是这样子，人家就请我穿这个衣服，然后我就在卖一点东西啊，我这样犯了什么法？他说哦没有，你这样很难看啊，你不要打这种工啊，然后就开始一直在不断的盘查他。他说我请问我到底犯了什么法？他竟然就这样子不断的被跟着他，然后还开罚，还把他绑在那个铁柱上。所以你昨天有讲说中国现在有一个东西不能讨论，就是贫穷不能讨论。对，现在你不但是贫穷不能讨论，你任何让我觉得你在暗讽贫穷的都不行。对。他就很夸张，你看他警察就跟他说：“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啊，你这样子人家会发现说我们中国人怎么打零工的人特别多。”结果后来台湾也有熊战啊。对啊，这有什么？其实熊战到最后还混得很好，很好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他自己本身心虚，所以他会看很多的东西都觉得你就是在暗讽我，你知道吗？现在包括连胡锡进都替青蛙在说话哦。胡锡进说这个其实没有什么，这个就是打零工而已。你这个警察吃饱没事，你就去盘查人家干嘛？你就去把人家绑在那个柱子上干嘛？显见你这个警察有点执法过当的情况。我跟你讲，但我看了都很难过。我今天每一次大热天的，然后在这个状况下，那个很不透风。对，他们说那个你只要在经过1个小时、2个小时，你全身都是汗，这么不舒服，我还愿意上街，我还愿意工作，我还愿意吃一口的劳力饭，结果我连这样都不行。对，而且你看还把他绑在那边游街示众，你这青蛙跑这么快，为什么？他为了他生计而跑啊！他可能今天就只有打这一份工，他打这一份工可能是要熬1个礼拜，结果你就一个警察就追着我跑，搞到我就变成是我连混口饭吃，我连就是日晒雨淋，我这样子在赚辛苦钱，结果你警察还要找我麻烦，你连活路都不给我，而且这很可怕一件事情是他们现在就发现有一个退休老人，他就去买菜，然后他就一直说啊这太贵，他就说婆婆你怎么回事？他说我1个月我只从个政府给我104块的一个退休金，我这104块要吃1个月。104块1个月，那一天是一天大概只有3块钱，连4块都没有，所以你就会知道，就是说现在中国贫穷是有多大的问题。然后呢，你说不能讲穷，好，那就算了，你知道吗？我还不能讲我多认真他就说，因为比如说我一天，我说因为我要养很多人啊，我一天要打4份工啊，我早上去哪里，中午去哪里，晚上哪里，我要打4份工，我才能过日子啊。不行，他这个相关的说帖，竟然在微博上也被撤下来，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打那么多工？因为你薪水低。你为什么薪水低？因为现在经济不好，工作不好找。那你为什么工作不好找？因为现在经济就不好。所以你现在变成，你只要讲出口的话，他都认为你在暗讽，你在暗喻，在习近平执政之下的中国很穷，而这就戳破了习近平的谎话。好，正好，另外就是在台湾来讲，真的是世事如棋，乾坤某切。这样讲的，本来郭台铭是相信说，我今天会一定被征召，然后呢，他就开始到处的搞这个活动，搞活动了以后，本来想说他大概就是他了，没想到居然就是侯友宜。侯友宜本来想他也就算了，经过1天，他开始又变了。你说有一个动作是，他找了很多的媒体说他要接受专访，而且他现在已经明确的表达，国民党有些人他要跟他彻底断线，这些人他永远不接他电话了。对，郭台铭今天早上起来，忽然发现他被糊弄了啊！他今天才觉得被糊弄，今天才发现真的，他整个局，他是国际的这个大老板他的反应速度也非常快你怎么会过了1天1夜才知道自己被糊弄了？他说啊，这个政治人物啊，连约啊都没有再签，就直接翻脸了，商界签的约还要照合约走啊！今天早上才发现，柯 P 早就跟他讲了，你不懂人家的游戏规则，你跟人家玩什么？可是很有趣，他今天早上发现自己会被大糊弄，为什么？因为17号不就是昨天？他越想越气，对，越想越气，他这口气吞不下去，对，吞不下。我先跟你讲整个故事，真假的？真的，因为昨天呢不是下午2点征召侯友宜嘛，对不对？可征召侯友宜的过程中呢，有趣的是这样，我们再往回推，前天就5月16号礼拜2上午。本来陈玉珍、周点论这些人，谢点玲不是要去天成饭店，我们这个摄影棚对面开一个记者会，挺郭记者会吗？忽然陈玉珍都到天成饭店了，都到天成饭店之后呢，忽然取消记者会，记者也到了
记者会取消，然后晚上宣明这样宴请中常会的那个晚餐也取消，对不对？通通拉掉，对不对？对啊，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以为说，郭台铭觉得情势不对，抽手了。对，那时候以为郭台铭觉得情势不对，抽手嘛，对不对？就后来呢，今天讯息这样传出来是，当时郭台铭以为自己要被征召了，所以说不要开记者会刺激侯友宜啊。对，所有的讯息都告诉他说会提名侯友宜，他是从哪得到的自信？他怎样的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他会被提名？朱立伦透过黄建庭糊弄他的，真假的？真的，朱立伦透过秘书长黄建庭糊弄他的嘛。所以我跟你讲，他被糊弄到最后1秒钟，真的是糊弄到最后1秒。到5月16号上午，他都以为是自己被提名了，然后呢，赶快把记者会取消，然后把晚上宴怕那个什么刺激侯友宜嘛，这太可笑了吧？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好，刺激完侯友宜之后呢，5月16号下午，朱立伦就去找他他们去约在中央党部了见面了。见面的时候，朱立伦拿份民调给郭台铭看，说拍谁你输了。郭台铭说：“我怎么可能输？我现在气势那么高。”就朱立伦还拍他的肩膀说：“拍谁？谁让你跟地方牛鬼蛇神混那么多？”你说什么？牛鬼蛇神？地方牛鬼蛇神？对啊，这个是一锅子就掀翻了整个那你张荣卫、严金彪、周典论、傅昆萁都变成你的牛鬼蛇神了。朱立伦的嘴里都是牛鬼蛇神啊！好，那个时候呢，郭台铭说脑袋一团乱，哇，我真的输了，我不是会赢吗？真的输了，然后就觉得自己输了嘛，所以万念俱灰嘛。5月16号晚上呢，见到侯友宜的时候还恭喜侯友宜啊。然后呢，5月17号就昨天中午还特别发一篇文，就是要全力支持侯友宜，对不对？可越想越不对。整场都被糊弄嘛，对不对？第一件事情呢，他为什么突然醒过来，突然知道这边糊弄的？因为他这2天看了一个晚上政论节目，发现说讨论糊弄很大。因为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子，这个牛鬼蛇神是朱立伦讲，对不对？可同时也是朱立伦叫他去跑地方的。朱立伦先跟他咬耳朵说：“我跟你讲，你现在空气票很多，你地方组织多碰，议长什么多联络，就是你现在跟我讲牛鬼蛇神，好这一块。另外一块是你早就举过桃园的例子，告诉说朱立伦很会忽悠，他怎么还会上钩嘞？我跟你讲，真的朱立伦很会忽悠，朱立伦诈骗受难者协会一大堆啊，会长叫洪秀柱啦，所以朱立伦忽悠的人很多，好不谈。然后到礼拜3上午的时候更好笑，礼拜3上午的时候，现在外面放话，国民党放话说郭台铭会出席中常会，来恭贺侯友宜。可是问题是，郭台铭根本没有要出席，没有收到邀请，没有收到邀请。就郭台铭叫郭守正打给黄健庭，质问说为什么你没有这个邀请我？你在外面放话说有邀请。然后黄健庭呢，因为后来呢，守正打完后，黄健庭就跟郭台铭通电话，对不对？你知道郭台铭那个黄健庭多250，好，那不然我现在邀请你好不好？那郭台铭偷骂黄健庭半个小时，骂完后挂电话。再也不跟你联络了，所以你看这整几天的故事，我已经把它兜完了啦。那兜完之后呢，有趣的事情来了。现在呢，他们这个今天开始传出啊，郭台铭透过郭台铭办公室联络一些媒体高层要受访啊。这件事情我有个很简单的事情，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受访是讲朱立伦好话吗？不可能嘛，一定把朱立伦那些狗屁倒灶事情全部丢出来。那你照这样讲，不是好好的一桌菜？被朱立伦搞馊掉了。这是朱立伦，我坦白讲，朱立伦哦，我跟你讲，朱立伦怎么做可以让侯友宜不受伤，你知道吗？朱立伦一开始就跟郭台铭讲说，拍谁你没机会，为什么你没机会？因为你不是党员，然后你去年选举也没帮忙，虽然买 BNT 我们心里感谢你，但你真的没机会。党内就是定于一尊侯友宜，讲白就好嘛。我没有爱你，我干嘛跟你搞暧昧嘞？你看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我没爱你，我干嘛跟你搞暧昧？对不对？我又想到了唐湘龙的那句话。上床容易下床难，你把郭台铭骗上床，现在你朱立伦要下床没那么容易。有可能郭台铭被你一脚踢下床，摸摸就走吗？不可能嘛！好，如果朱立伦要保护侯友宜的话，一开始不要去撩郭台铭，讲清楚郭台铭可以接受啊。第二个就定于一尊，我们国民党就是征召侯友宜，侯友宜要不要不管，反正我就是要征召你，所以你不用逼侯友宜表态啊。高侯友宜就左支右绌，又提前质询什么一大堆的 ESI 度什么一大堆的，你是害死侯友宜又害死郭台铭呢？就你朱立伦一个这个侯友宜也被害惨了，被害惨了嘛？因为你我这样讲好了。侯友宜后来的步调的乱，是不是因为郭台铭进来？没错。那你一开始不要让郭台铭进来，侯友宜步调会乱吗？不会，就没事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你朱立伦就乱搞嘛。所以乱搞现在变成是什么？你的定调是朱立伦乱，当然是我看100%是朱立伦，朱立伦是罪魁祸首。所以现在郭台铭第一件事我讲找人来专访，对不对？
第二件事，切断跟党中央所有联系，切断。对，黄健你打来，我不会再接了啦，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开始放话啦，还原讯息啊，就是还原刚刚我讲那一大段，这新闻都有播嘛，对不对？讲说什么什么你糊弄我啊，说地方是牛鬼蛇神，新闻都有写嘛。我不讲郭台铭讲的是对或错，也有可能冤枉党中央，但我讲一件事，当郭台铭开始对外放话，放那些党中央不对的话，代表他什么？他跟党中央翻脸嘛。所以说现在我坦白讲，没修刷了。